大家好，我可能不是第一次来到这个礼堂里了，可能有些同学前2年也来看过我们的这个宣讲会。往年其实大家也都看到了米哈游的策划的一些分享宣讲啊，那其实大家有看到在整个研发过程当中，会有一些比较有意思的片段，然后大家也会讲一些自己就比较类似如数家珍的那样去讲自己的一些游戏的研发的分享啊。今年的这个宣讲的环节啊，我打算换一个方式，我希望还是跟大家去分享一下我自己的一些思考，以及我觉得就是在座的同学们，可以做的一些对自己人生规划的一些更长期的考量。那首先还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啊，就是什么是游戏策划？那有的同学会说啊，就是游戏策划是不是用来完成老板的 KPI？ 有的同学会说，哎，那是不是游戏策划一直会跟玩家勾心斗角？那你作为游戏策划，你应该关注的东西到底是什么？我先从这3个点去讲。首先说就业前景，因为游戏这个行业其实是一个不那么容易做出一个爆款产品的这样的一个行业，它的成功率其实没有大家想那么高。米哈游一直秉持的原则是长线运营，但是这句话其实有一个非常强烈的前提，就是你的产品不是你想长线运营就可以长线运营的。首先你的产品是要有这个实力，能够站在这个行业里面，然后你才有资本，你才有功底去考虑如何把它长线运营下去。大家进到米哈游做一位游戏策划，你可以直接开始思考这个产品如何长线运营下去，而不是苦于在一个项目如何能生存下去。这是我认为去米哈游做游戏策划的就业前景跟这个大行业比起来非常非常不一样的一个地方。那第2条当然就是兴趣爱好。我相信在座各位刚才大家也统计过吧，就至少接触过米哈游产品的同学有多少？那我认为不管是接触了哪一款，那你一定是喜欢玩这一款游戏，所以才加入这个行业的。因为游戏行业它其实是一个非典型的互联网产品行业，就它是一个更偏内容性质的这样的一个产业。偏内容性质也就意味着你要有创作的热情。创作热情与其说你是一个游戏内容的消费者，其实更像是你是游戏内容的生产者。那你为什么会有志成为一个游戏内容的生产者？一定是你对这个行业，你对这个游戏的生产是抱有极大的热情的。你一直希望能够做出点什么，而不是说我去在一个游戏里面去获得2个成就。你想要做的是，我想要做一款作品。这个话我最近好像也在某个场合说过啊。我们比起做一个商品，更想做一个作品。对，这其实就是我们公司一直以来的一个理念。第3条是自我表达。很多同学可能弄错了一个观念啊，他们觉得我们做一个游戏，游戏是第9艺术，游戏是一种自我表达的载体。那我是不是有时候做游戏是为了做自我表达呢？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啊，就是我们讲独立游戏，我们讲商业游戏。那大家会觉得独立游戏跟商业游戏，它们最本质的区别是什么？商业游戏是做给你的玩家的，但是独立游戏是做给你自己的。独立游戏其实是自我表达的一个极致，这和你的团队规模大小，或者说和你的投入的成本没有必然关系，因为你执着于要表达自己的理念，要表达自己的一些想法，所以你希望特别希望有一个内容性质的载体来做这件事。那商业游戏是什么？商业游戏是一种产品，它是带有服务性质的，也就是我制作一个产品，我需要让我的玩家获得乐趣。那其中我们需要追求的到底是怎样的一个平衡点呢？那就是我热爱我的产品，我有我的兴趣爱好，我希望能够通过这个游戏表达我自己的一些感情。但是与此同时，我相信有很多的玩家，他也会喜欢我的作品，他也会跟我产生共鸣。这是米哈游一直以来想要表达的这样的一个原则。那比如说《原神》最近推出了一个新的模块叫千星奇遇，对吧？大家把它简称叫 UGC。大家可以考虑一下，为什么在《原神》这样的世界里，我们会去做这样的事？那这场分享会之前，其实也有很多同学来问同样的一个问题啊，就是，那这个我现在不知道我能不能符合米哈游的那个策划招聘的需求？那您觉得哪个专业更容易被录取？或者说，如果我在入职成为游戏策划之后，我应该去补充哪个方面的专业知识，对吧？这个也是大家经常问到的问题。那接下来我们就聊一聊这个问题啊。
首先，我们谈一个叫软素质。什么叫软素质？那就是你入职策划的时候，可能不会出现在笔试题里，或者也不会有面试官直接来问你的这些知识点，我们统一把它称为软素质，对吧？那这里我用了一个说法叫“骑士不死于徒手”。亚瑟王手下的圆桌骑士里啊，有一位骑士叫兰斯洛特。这个传说指的是什么呢？是他有一天在路上碰见了一个宿敌，这个宿敌找他寻仇，要跟他决斗，但是兰斯洛特当时并没有带他的佩剑。怎么办？他于是折下了路边一棵树上的树枝，因为骑士不能死于徒手，他用这棵树枝打败了他的敌人。大家千万不要有一种感觉说，哎，那我现在入职游戏策划，我并不是游戏设计专业或者跟这个专业相关的领域出身的，那我会不会死于徒手？肯定不会啊。为什么？因为游戏这个行业所涉及到的知识，很可能远远超出你的预想的范畴，它可能来自于各行各业。我举个例子，在10年前，我特别痴迷于一个游戏叫，我相信很多同学可能也听说过，叫《魔兽世界》。对，然后《魔兽世界》里有很多它会造成持续性伤害的这样的一个职业，对吧？然后接下来你就会很好奇，我要怎么样去养成我的属性，让这个持续伤害的数值最大化？我需要一个方法，在它有可能在任何一个环节触发任何一个事件来获得一个额外的增益效果，或者触发一个额外的功能的时候，我需要有一个统一的描述方法来描述整个数学过程，然后把这个数学过程做成一个我能够量化评估的最终的稳定的伤害期望。我想了一想，因为当时我还是一个稚嫩的本科生，对吧？那怎么办呢？那我们就用 MATLAB 去做一下，对吧？当年各种各样的模拟，痛苦术士，生存猎人，对吧？各种各样的模拟，我们都用 MATLAB 去跑，然后跑出来说，哎，你这个算出来的逆向的这个值是多少？那就是它的期望。大家就拿 MATLAB 跑出来的结果来决定这个装备应该给谁。这是当时我们工会里发生的事情，对吧？你肯定无法想象说，哎，那我平常我学这东西为什么还能拿来分装备？比如说，大家现在看到有很多那种页游，它经常把所有的图标都摆在主界面上，对吧？密密麻麻很多的功能图标，大家会觉得，哎，那这样是不是感觉非常的功利，让你们觉得好像这个游戏特别的油腻，你不想点进去？那为什么我不能做个2级或者3级界面来解决这个问题？心理学里面有一个定律啊，叫史蒂文斯定律。这个定律讲的是什么意思呢？它讲的是一个非常非常简单的道理，就叫对于任何一种可以被心理量和物理量来描述的情境而言，心理量永远是物理量的立方。举个例子，比如说我去点击一个图标，这个图标对我造成的烦躁程度用一个 delta k 去标记。如果它原本的烦躁程度是 s， 每加一个界面是加一个 delta k， 但是我的心理烦躁程度是 s 加 delta k 的立方。这就是为什么你把一件图标，尽管它非常好找，尽管它辨识度非常高，但是你一旦把它藏在更深的界面里面，玩家会非常非常难受。所以这个道理也是一个学心理学的同学，也是我之前的一位同事，他告诉我的。他并不是一个专职做界面设计的同事，他只是因为他的专业是心理学。欧洲建筑史这个也很有意思，我跟大家单独提一下，就是大家有没有发现，在蒙德城里面啊，西风大教堂，它为什么要修那么高呀？凡是以前天主教或者基督教为国教的这样的国家，它都有一些习俗。就比如说这个城市里的教堂啊，这个教堂的顶一定要是整个城市里海拔高度最高的东西，它要象征教会的绝对权限。所以为什么蒙德城的西风大教堂它要建在那么高的地方？这到底是因为我们的美术想把剪影做得好看，还是因为有非常非常明确的历史考据？就所有的这些知识都会变成你去做游戏设计的一些前提。那这个上面其实还有很多，还有比如说我自己的本职工作，我以前是学电机的，那里面会有一些跟可编程门阵列、跟硬件描述语言相关的东西。那这个也跟我们现在整个米哈游所传承下来的一套策划的描述性脚本结构上非常非常非常的类似。它也是一个顺序描述、顺序执行，然后会有中断、优先级，中断去处理一些别的任务。所以大家千万不要觉得说游戏策划是一个可以定向从哪个学科里面获得内容去扩大你的知识面的这样的一个职业。它在你的整个职业生涯当中，任何一个角落、任何一个领域都有可能成为让你的设计水平提高的
这样的一个环节，可能大家的成长历程会不太一样啊，那也会帮助大家成为不同风格的，这样的一个设计师。就所有的这些知识都会变成你去做游戏设计的一些前提。好，那我们说完了这些可能大家在平常的学科学习当中可能会积累的知识，那接下来要说一点大家可能不太能从日常的学习过程中积累到的东西，但这些东西和软素质一样重要，于是我们把它称之为硬技能。那这一段的标题我写的是从扎马步开始练起啊，这个也是有一个典故的，不知道有没有同学看过有一部日本的格斗漫画叫《刃牙》，对吧？《刃牙》里面有一位来自中国的拳法家叫聂小龙，我们叫他聂海皇。那其实他在击败了一些学术不精的武术家的时候，他就说了这样一句话，叫“从扎马步开始练起吧”。那这也是我希望送给大家的这样一句忠告啊。为什么？因为游戏策划大家会觉得这是一个很有气质，或者说很有艺术气息的这样一个岗位，但是事实上，你需要把策划这个岗位做好，你需要有非常非常多非常基本的素质。我举个例子，这里有一个叫设计文档撰写标准，大家会觉得，哎，设计文档难道不是用来写脑洞的吗？对吧？我们之前也发出过一些笔试题，也有很多同学返回给我，然后我发现有一个误区啊，就大家特别喜欢讲故事。就设计文档里会写非常非常多的有趣的故事，会写很多很多的那个情节。那我会给个建议啊，就是设计文档它是一个可以让阅读它的人知道你想干什么的文档。那阅读它的人可能是什么人？他可能是个程序，对吧？他看的这种童话或者看的这种漫画比较少，对吧？他最后就会问，那你要什么接口呢？那你的数据结构要怎么输出呢？那你需要服务器给你回调验证一下吗？这并不是人家难沟通啊，可能是你给出的这个文档不够清晰。所以这个设计文档的撰写标准，实际上在公司里面每个项目根据它自己的产品特征都不尽相同，但是大家在之后做设计的时候一定要刹住车，一定要能够按照这个产品自己的要求来。听起来好像是一个非常非常基本的操作啊，但是因为这个东西，不管是设计文档也好，还是版本管理也好，做得不好，导致的事故啊比比皆是啊。那大家会觉得很担心，说，哎，你看这个图上写了非常非常多的东西，那是不是我从现在开始就要去补？我觉得也不太用啊。正是因为我们在入职之前需要去培养各种各样的这种硬技能，所以才会有 mini project 的存在。至少我们给了大家6周的时间，和素昧平生的同学们一起，为了一个完整的产品去做一次类似 Game Jam 式的开发。那这个开发的结果，我一直包括我们现场有我们培训组的同事，对吧？我一直在跟他们强调，这个 mini project 的精髓到底是什么？我之前说过一个很过分的话，我说我愿血流成河。为什么是这样？我希望这个 mini project 里出现事故，因为只有这样，你才明白你缺乏什么。如果一个 mini project 大家是欢欢喜喜的做完，然后结果也非常的喜人，那这样这6周对你而言可能是虚度的。因为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可以直接进入到项目里面去锻炼自己，那何必要经历这6周呢？这6周其实是为了让你教会你现在不在象牙塔里，你需要去照顾你的组员的感受，你需要去统合大家的利益，你需要去输出一个令大家都满意的结果。这个过程中有非常多的千难万险，需要你去设法克服，那都需要这里的一些硬技能。也许6周你没有办法完全满足，但至少你要意识到这些技能点是客观存在，需要你去点的。那讲完了软素质，讲完了硬技能，那接下来去跟大家讲一些相对比较轻松的话题啊，就比如说，那基哥你刚才说的这些我都知道了，那我为什么不去挑一个历史更悠久、沉淀更丰厚，对吧？然后可能看起来也非常有更有品牌价值的这样的一些大厂，为什么要选择米哈游？就大家会觉得，哎，我今年去到米哈游，我分到某个项目里，可能我跟我一起进去的同学，对吧？大家都是懵懵懂懂的，那我们要去找谁去学刚才的这些知识呢？是谁来给我们提出一些预期？我们到了某一个时间节点，应该成长成什么样的设计师？
这里我写的是和大神一起升级，但这个大神一定要打个问号啊，因为可能带你成长的同学他自己也是一个正在成长中的人。那你们一起组队升级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所有人，包括我在内，米哈游的所有人其实都还在成长期，我们都还在不断的去学习自己没有学习的东西。所以不要认为说，哎，我去找一个感觉很资深的同学去讨论，是不是有点浪费他的时间？因为很多同学在入职之后都会有这样的疑问啊，这种是不存在的。就是我们只会有2种情况，第一种是你问的同学刚好有空，然后他如实的回答了你的问题；第二种是这个同学实在忙得不可开交，对吧？他会礼貌的回绝你，然后告诉你你可以去找谁问这个问题。米哈游是一个不论资排辈的公司啊，没有什么前不前辈的，就是你如果认为你对一件事情有正确的看法，有足够完备的逻辑，你就可以找任何人，包括大伟哥。但是我还是要说一声啊，这个和大神一起练升级这个事情一定要说一声，就是公司，尤其大家现在还在学校里，公司和学校有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大的分别，就是如果在学校，老师还会给你提供非常量化、非常明确的学习目标的话，那么在公司再也不会有这样的环境了。在公司，你能够成长到何种地步，完全在于你自己希望能成长得多快，你自己希望能成长成什么样子。我们开放了所有的人和资产让你去学习，但并不代表着我们会督促你去学习。就大家一定要有非常非常强的自驱力，这个自驱力可不只限于说我每天早上早起去图书馆占座，或者说我在每次期末考试之前去积极踊跃地找辅导员去答疑。可能有一些你的组里的同学未曾涉足过的领域，如果你有兴趣，你也可以去做。举个例子，2年前也是清华的同学来到我们的组里，他最近在做一件什么事呢？他最近在用 Cursor， 大家应该知道，跟 AI 领域相关的同学应该知道，他在用 Cursor 试图逆向解析我们项目里所有的脚本，然后以此构建一个会自己动态更新的维基，也就是构建一个动态的 API 文档，来满足所有的策划和所有的 QA 和所有的非程序岗位的同学都能够看懂这个游戏里的技能体系的实现逻辑，以及怎么样很快速的能够生成这样的脚本。那这是我安排给他的任务吗？显然不是。为什么？因为我不会。对，所以我说为什么叫我和大神一起升级？也许这个大神就是2年后的你。那你希望能够在这个岗位上成长成何种姿态，是由你自己主动决定的。然后就是作为一个游戏公司啊，这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啊，就是我们其实就对大家玩游戏的这个生态，或者对大家玩游戏的这个状态啊，其实非常非常的关注啊。那关注主要体现为什么呢？就关注主要体现为我们很担心大家这个玩游戏玩不过我们哈。这个并不是鼓励大家去玩物丧志啊，因为我们说了，游戏是一个内容型产品啊。如果你想要去了解这个行业，你想要去创作一些高品质的内容，你是不得不去涉猎更多的游戏的。我在以往的宣讲会里，我讲过2句话，我说鼓励大家多玩游戏，玩好游戏。我唯独不鼓励大家玩喜欢的游戏。举个例子，以我为反例，比如说我特别喜欢玩PUBG， 我 PUBG 打了2700多个小时，但是这会导致我丧失了对它同品类或者不同品类的其他射击游戏的体验，所以导致我在做类似的决策的时候，我总是会拿同一个产品作为它的参考样例，但它的做法未必往往都是合理的。那我为什么说担心你玩游戏玩不过我们？这并不是指你的段位，也不是指你的技术水平，它指的是你涉猎的面积，以及你对你所涉猎的作品所理解的程度。再比如说，我们说那个原神，对吧？原神的元素反应，那很多同学一直在问，那你为什么不会在接下来的版本不断的往里加元素反应呢？对吧？你需要新鲜的东西。我们现在有20多个元素反应，为什么不把它加到30多个、40多个？7个元素里挑出2个来，你其实可以做非常非常多的事情，对吧？那为什么不去做这件事？那其实里面也涉及到很多很多的决策。那这些决策来自于哪些游戏？你的策略复杂度大概要横向拓宽到怎样的程度，可以让老玩家感觉到新鲜，让新玩家感觉到低门槛？
让这个游戏在不管是老玩家还是新玩家继续游玩一段时间之后，仍然认为这个游戏是可玩的，仍然认为它的乐趣是在线的。那有没有相似的作品可以作为你的参考，对吧？作为原神而言啊，这个市面上已经不会有任何一个作品在这个话题上能够作为参考了。那我们要怎么去研究这个话题呢？只能把它拆得更细，只能把它做成一个一个更小的议题，然后看看有没有一些理论可以辅助我们做决策。所以我们在这里说的，我很担心你玩游戏玩不过我们啊！就大家一定要知道，这不是在指让你玩物丧志，也不是指让你去锻炼你的那个游玩水平，是你要明白你玩游戏的理念，从今天开始，可能要有一些变化了。你要带着开发者的视角，带着创作者的视角去理解对方的设计逻辑，去理解对方的取舍，尤其是舍。接下来就是 QA 环节啊，首先是一个大家很多同学提到的问题：策划工作一般要用到哪些开发工具，又要用到什么程度？以及对第二个问题，这大家也很感兴趣，对不对？在游戏论坛当中，经常看见玩家痛斥游戏策划。那请问做策划需要有一个强大的心理素质吗？首先第一个问题，策划工作一般需要哪些开发工具？这个只能说啊，一句话叫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啊。就是你可能需要接触到的一切的工作所涉及到的工具，到时候你可能都得了解。然后后面这个问题啊比较有意思啊，叫玩家痛斥游戏策划是否策划需要有一个强大的心理素质？答案肯定是必然要有啊！不要把所有的意见都当作攻击，都当作负面的压力。你要去辨别哪些东西是需要你理解的，哪些东西是需要你去摄取的。而哪些内容又和你的主要目标和玩家所想要拿到的这个产品没有那么大关系，你的心态一定要端正。玩家从来不是你的敌人。在场的还有没有同学有什么问题？哎，你好，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我想知道一下米哈游他们那个里面的角色设计，他们是怎么样出现的呢？这个角色从无到有是一个怎么样的过程？然后是哪个策划在做这件事情？谢谢。好。这个问题没有一个非常固定的范式啊，就是在我们的大部分项目当中，我们有一个类似议会制的这样的一个部门，就什么部门呢？就是可能美术、编剧和策划各自都会有一些代表啊，他们去负责这个项目里面接下来很大一个时间跨度的内容安排。大家都知道璃月有一个角色叫克勤，对不对？对吧？那大家觉得这个角色是怎么出现的？开服之前，你会发现一个很诡异的现象，叫雷系居然没有5星角色，没有5星角色也就罢了，璃月几乎没有少女角色。我说我这个人可能没什么审美，我这个人可能写不出故事，但是我现在有个非常明确的要求，我需要一位来自璃月的5星单手剑少女角色。那接下来这个角色是否出身璃月7星，是否有头上绑着2个像猫耳一样的总角，那这些细节是否是由我决定的呢？那就不一定了。绝大部分不管是原神，还有包括接下来要出的各种各样的产品，大家都有一些零碎的想法，然后最后把它在一个恰当的场合拼合到一起去，它就会成为这样的一个方案。对，基本是这样的一个过程。那在我刚才的分享里面，基本上就是说到了整个我作为米哈游的游戏策划，能够对在座的，尤其是大部分应该都是清华的同学，跟大家能够分享的一些理念。我希望大家可能听完这些东西之后，不仅仅是说我对这个米哈游公司感兴趣，我对于崩坏系列也好，对于原神也好，对于绝区云，对于未定事件簿这些产品感兴趣，所以我想投身这个行业。我希望大家能够站在一个对自己的人生负责的角度，对自己的职业发展前景有责任感的一个角度去决定自己接下来应该怎么发展。我们应该在这样的一个时代当中，怎么样去做选择？其实这是我今天主要想表达的一些观点吧。谢谢大家。